那我们来好好看看，如果我焦虑了，我焦虑这么久了，我常常在焦虑了，我应该怎么样合理的，然后呢解决面对这个焦虑？回得到家的第一条路就是，你心理的创伤要用看的，心理的创伤不能够用对话的。你发现有时候你跟你的朋友，不管是你抱怨的还是听他抱怨的，你有时候讲了好几个小时，感觉上有疗愈，可是过了1个礼拜，同样的事情又要再讲一遍，那这故事已经重复的讲，讲了好几遍，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疏解。然后呢，这个一直聊天的疗愈效果不好，因为你都是用对话的方式。那我们很容易在对话的时候去合理化我们的故事。我因为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样啊，不是黑的就是坏人，或就是好人啊，就是这样黑白分明的坏人跟好人啊。方医师今天提到说我们针对这个创伤的心理剧我提到一个叫创伤心理剧的文武场。什么叫文武场呢？我们今天发生一个坏事，那你不断的反刍他的那个创伤的经验，那因为这个坏事实在是太坏了，太伤人了，所以我要把它掩盖起来，不要这个去面对它。那我对别人也说我没事，我没事，对自己也要骗。但是为什么一有空就要想起来呢？所以根本挡不住啊。那你就开始合理化他会欺负我，他也是不得已的。那这种话就是在合理化这个不敢面对的创伤的经验。那至于呢，那个创伤经验相关的时空环境，你一并讨厌，一并生气。那甚至因为这些创伤的累积你推论你人生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这就是方医师讲的内心戏，心理剧的内心戏。那有人呢，还不只是内心，他会努力他为了去弥补这个过去的创伤呢，他含恨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报仇。报仇呢，成功之后，这个成功的果实也不甜美，甚至有人是不报仇了，他就摆烂了，一辈子一蹶不振，然后呢，不断的跟周边的人呢诉说这个悲惨的故事，越讲越悲惨然后不断的抱怨然后一蹶不振说我被打败了然后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叫做受害者的舒适圈，躲在受害者舒适圈里面，然后这个继续勒索自己，勒索别人，情绪勒索，这就是创伤心理剧的文武场。这不是好事这是大家可能会走的心路历程那这个心路历程呢，大家身在其中而不自知从来没有真正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去面对这个心理的创伤。那方医师也不是一个什么主持公道的什么什么人心理师不是，方医师也不是这些创伤我们就是要吞下去。那我们怎么吞下去？方医师就是要跟你讲这个方法，呼吸观呼吸我是用睡眠的方法来做这个情绪的调整的。我们睡眠呢，一开始都是先熟睡，得到充分的休息，接下来的目的就是好好的做梦。那做梦呢，有一个功能，它就会是把现有的重要的文件图案拿来编一些故事，一些画面给你看然后但是你又觉得很平静的看这些噩梦平静的做噩梦，那就得到疗愈的效果。里面也没什么对话，就是平静的看这些噩梦。那我们把这个疗愈的过程呢搬来白天，我们白天要怎么去模仿晚上心理的疗愈呢？我们一开始呢先休息，所以我们呼吸。那我们呼吸的就是一种回馈给我们大脑说我已经在放松的状态了。好，你只要观察看你的呼吸，注意你的呼吸就可以了。1-2分钟之后，你就没有耐心观呼吸了。你这时候会出现念头，你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你把它变成文字的，然后内心自我对话的，那这样就死路一条。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做法呢，你会气急攻心走火入魔那怎么办呢？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转换成图案、画面。那一件事情的画面是什么？那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画面会跑出来的。那画面跑出来了以后呢，你就静静的看它，因为你这时候已经比较平静了。
然后呢，看了一段时间又无聊了，你再回去呼吸，呼吸一段时间又无聊了，又回来看这个画面，这是一种消极的看啊，看久了就习惯了啊。那个玻璃擦不干净，多擦几次就干净了啊，就透明了啊。那如果要积极一点呢？怎么样积极的看你以前心理的创伤？那把那个画面留在那里。如果是一个坏的画面，同样的人事物啊，它也有好的一面。你把好的一面的画面连接起来，用好的跟坏的连接起来，就像你的前妻、前夫、你的好朋友，他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啊，他还是有他好的一面啊。所以坏的画面、好的画面，平常他们是不会连在一起的，你故意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平衡这个坏的画面伤害的力道。那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你也可以找一些好的事情，你人生也遇到一些好的事情啊，莫名其妙的连到这个坏的事情上，那这两个坏的画面跟好的画面也得到平衡的力量。所以不管是相关的、不相关的，拿来连就对了啦，那就是平衡你这个负面的想法，平衡这个负面的画面，这叫做积极的看。所以从消极到积极都可以去处理这个过去的画面。那今天你看这个消极的看，比如说你离婚了或被你前男友抛弃了前女友抛弃了，那这个人你就很痛苦啊，他无视你轻视你那把你看低了，让你很痛苦，那你一辈子都会受到他的伤害啊。那怎么办？把他的照片放大，放在墙壁上，每天看到习惯，那这个人对你的伤害就减少了。你一直逃避，反而伤害你一辈子。那积极的看呢，就是用这些意外的好事啊。如果你是自己小时候被欺负，很弱小，无能为力，你就跨时空的到那个现场，跟自己安慰啊，用这个大哥跟那个小弟安慰，用这个大姐跟那个小妹妹安慰。那如果今天这个剧情呢，是你曾经不够勇敢，太懦弱了，连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一个人被伤害有两种伤害，一种是真实别人伤害的伤害，一种是自己太懦弱，看不起那个懦弱自己的伤害。你应该要为自己勇敢而没有勇敢，那怎么办呢？回到那个现场，把剧本改一改，应该怎么做的画面加在里面，用新的画面、合理的、勇敢的画面来重新温习教育自己。那如果你对人家不好的，你觉得有遗憾的，也是把它改过来。所以这叫积极的看。那有疗愈力的聊天你今天可以自己这样子做啊，你也可以帮助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做啊。有时候你聊了一辈子，故事都已经讲500遍了，还在聊。那怎么样做有疗愈力的聊天呢？首先第一点千万不要去理那些非常复杂的剧情因为讲述者一直要跟你证明说他是很无辜的，他完全无能为力，对方是很坏的，对方是这个已经坏到极点了是恶魔的等级的，那一直要跟你证明这一点。你不要被这些很复杂的剧情牵着走带着走，你要尽量把它拉回来，那个让他很受伤的图像，那个画面是长什么样子，针对那个画面来做这个分享讨论交流，而不是去管说谁对谁错。所以如果要做有效的沟通要有4种看到第一个看到就是把事情呢还原成那一个画面就可以了，不要去管谁对谁错，原因多复杂。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踩到坑你在路上走路踩到坑，跌倒绊倒，然后你就一直研究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坑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而已也没有人故意为你准备好那个坑那为什么我会去踩这个坑呢？是不是老天爷要惩罚我？也没那么伟大老天爷也很忙他根本懒得理你所以不要去有阴谋论一切的一切都回到事情的图像本身，把那个图像呢消化掉、平衡掉那也看到你的内心剧场，也就是方医师讲的这些心理创伤的文武剧你自己要看到有认知，因为你在觉醒前你已经奋斗了10几20年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心戏，
文武场。第三个，你也看到你自己这辈子含恨奋斗啊，或者说你一蹶不振，躲在受害者舒适圈啊，这都要看到。那最后呢，你想成为一个什么的？你还没有死掉啊，你还有20-30年、几十年要活啊。你想要成为什么人？你不要用嘴巴讲，还是一样用看到，这一套4个看到你不但可以自己做，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做有疗愈力的聊天啊。那有疗愈聊天不是随便讲一讲的，就是要做四个看到。看到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处理啊，根本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什么良方啊，就是看到接受看到重新做人。所以承认他对我有心理创伤，如果你连承认都不承认，没有这个认知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开始的。第二个，仔细的看到他，4个看到，看到他之后，看习惯了，不管是消极的看还是积极的看，他就跟你和平共处了，就平衡他了，这些事情就搁在那里了，比较没有情绪性的搁在那里了。好，那我们来讲，面对焦虑可以回到家的第2条路。长期固定使用安眠药会破坏睡眠的内容，增加失智的机会。1天1次全餐，减少用餐的餐数，可以维持良好的代谢。面对焦虑，方医师提出各种面向，帮助大家找回身心安顿的方法。这1年来，方医师在未来健康研究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各种身心的问题，希望增进大家自我疗愈的能力，提升社会医疗文化的认知。好的频道需要你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正式开通会员，每个月300元的会员费，便可加入未来健康研究院的会员，成为小方，享有以下的会员福利：1、每月有问必答的文字回复；2、会员专属的影片；3、实体活动报名优惠。各位小方们，加入会员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提升社会。让我们一起维护这个优质的平台，期待我们在会员专区与你相见。第2条路呢，就是你生理上有问题你也没什么创伤，家庭生活、童年生活都还可以，事业还算成功，也都过得去，但是莫名其妙的都一直会焦虑，那就是你血清素跟多巴胺有问题血清素、多巴胺呢，这2个东西是在润滑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运作的，包含你的情绪的运作，合理情绪的运作。那为什么大脑会焦虑呢？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焦虑的环，就是大脑内侧，你把它拨开之后呢，大脑的内侧有一个环，那个环就在负责管焦虑的，而且这个环平常没事的时候，一休息的时候，它就会起来运作。它被叫做大脑预设模式那这个预设模式都跟自己有关人生的这个前尘往事未来的发展以前的经验未来的危机都在这个环里面不断的绕，不断的绕，不断的反刍，都跟你有关自己的人设过去的经验恐惧的、害怕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都放在这个环里面。那为什么会焦虑？这个环弄得太大了弄得太大因为有2个原因呢。第一个你都用文字型的思考在那边坐在那边，然后做白日梦，自我对话为什么小李要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我爸爸要这样子对我呢？为什么这个要讲话这么难听呢？为什么呢？你用这种文字的对话我跟你讲，越讲越死走到死胡同里面绕不出来你应该要改成把这文字的模糊性去掉，回到方医师讲的图像。还有一个就是想象的放大。我们前额叶这时候如果加进来，开始加入阴谋论那不得了了，一切都是什么什么阴谋他这样做呢，我猜他是故意要什么什么什么的。哇，那这个剧本开始没完没了
把自己逼疯啊。所以大脑为什么会焦虑？这个环运作的太夸张了。然后能够安定这2个环的第一个靠血清素啊，血清素把里面最坏的那个点啊，就是叫杏仁核，它几乎就是所有的恐惧都塞在那里的。如果把那个盒子打开啊，各种妖魔鬼怪都会跑出来的。那把这个盒子关掉的守门员是谁？就是血清素。那我们大脑呢，要么就是不想象，要么就想象过头。能够安定这个想象力的，就是多巴胺。所以血清素跟多巴胺这2个啊，会安定你这个情绪的中枢啊，情绪脑。那如果是叫忧郁症合理的医学名词叫做重度忧郁症啊。至于重度忧郁症就忧郁症，干嘛一定要强调人家重度呢？它可能是要跟一般忧郁的状态做区别的。那重度忧郁症是指说你一直不断的焦虑、忧郁、焦虑、忧郁，那这个是这个长期的一个病症那忧跟郁常常一起来啊。忧就是很忧心嘛，焦虑的成分比较多。郁呢就是比较负面比较会想一些负面的事情。那这种郁呢，还不是那种无能为力的郁还是可以去到处跟人家哭诉的郁所以忧跟郁常常在一起。那一起来，那来一段，那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每次来的时候就是你血清素低下的时候。所以忧郁症你可以把它简化成以血清素起伏的病啊。当然多巴胺也会参与一些，主要就是血清素起伏的病，常常血清素会太低啊。那躁郁症是什么呢？躁郁症就是你有时候真的躁起来啊，觉得自己很无敌啊，很厉害啊，想法很多啊，做事情做不完啊，要买很多东西啦，那一直跟人家讲话啦，唱歌跳舞不用睡觉啊，这叫做躁症。多巴胺太多了，多到爆表觉得自己非常的神奇。那有时候多巴胺因为你这样子浪费乱用它就变得不够了。开始不够的时候，有一点不够还没有非常不够你的脑力降低，你就开始怕烦啊，那些小事情好烦好烦怕烦。那最后呢，低到过头，低到你大脑不能启动啊，整个卡关啊，卡住啊。那这种完全卡住的状态叫做大郁啊。多巴胺低到让你大脑整个停滞啊。所以躁郁症是一个多巴胺起伏的病呢，而且这个病的这个起伏的程度比刚刚讲的忧郁症啊更夸张、更严重。那怎么样来把这个起伏稳定呢？方医师就说，那你就是要吃血清素稳定剂啊。那有很多血清素稳定剂包含上面写的百忧解、千忧解、德须安或者叫离忧、利普能、乐富德悦康或明玉婷，这几个都算是血清素稳定剂，它让你血清素的起伏变小。那什么叫多巴胺稳定剂？它两头拉，太高的时候它拉下来，太低的时候它拉上去，所以让它起伏变小。那斯乐康、安利富、乐图达这些都是的我们不是在做药物的宣传广告了，因为各位病友们可能都会碰到这些药物，你要了解说你到底在吃什么药，在做什么事情。这个情绪脑，刚才讲那个内环，这就叫情绪脑，也就是我们大脑的中间那一段。那它如果太活跃的话，那就会有前后上下的问题。前后上下问题是什么呢？一般你面对焦虑常常都用语言对话的模式在处理。你跟自己讲话用对话的，打电话给人家用对话的，用 LINE 用文字的，这些用文字的方法处理焦虑就是越处理越混乱了因为文字本身有很多陷阱，所以方医师鼓励把这个用语言的方式改成用图像的方式。那图像是我们后脑的思考，那语言是比较前脑逻辑的思考，所以情绪有前后的问题，你要把前脑的语言思考转换成后脑的图像思考，这第一招。那情绪也有上下的问题。我们的大脑呢，最底层是生存脑，中间是情绪脑，最上面叫做信念脑、认知脑、知识脑。这个大脑的皮层呢，是在做这个理性的思考的。那你要用你的信念、理性，你未来的图像，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要把自己慢慢的无我化，然后呢，贡献给别人，
哦，然后跟大我、跟社会融合为一体，这样子的信念脑可以解救你哦这个混乱的情绪脑，所以你直接就抛弃掉这个你已经挽救不回来的情绪脑，你就进化到用信念来带领你，而不是说一直要把这个搞不定的以前的创伤等等等，那把它收拾干净，有时候是收拾不起来的。直接宣布破产放弃，进到信念脑里面，把自己呢就是给它GG的啦，然后呢让自己消失，然后用信念带领自己，那解决你烦恼的问题。所以我刚才提到前脑跟后脑的战争把文字的模糊，然后转换成图像的具体，就好像前脑的 CPU 现在已经要进化到 GPU 了，GPU 无敌呢。因为它图像思考、平行思考了，那我们做梦就是一种高级的图像思考，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做梦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情绪、心灵的问题。那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断的反刍他的焦虑呢？首先他太闲了，因为一般我们生存脑每天要去上班、要工作才能够生存呢，所以占用了大部分的脑力跟体力呢，所以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去焦虑、忧郁所以第一个，你太闲，你不需要为生活打拼。那这么多的资源，你怎么办呢？有人就会全部投注在情绪脑上，造成很多情绪的问题。第二个，方医师说得聪明病，以为自己很会思考，很会想阴谋，那搞到自己生活都卡关，到处都是危险，得聪明病。不该想的就不能想，要禁止想。第三个，没有学会用图像思考的方法，所以你那个不断旋转不断活跃的内环情绪的脑，没有进到图像的这个大脑里面，没有进到图像的出口里。最后没有未来的目标没有信念不想要成为什么人一辈子想要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发扬光大的。不晓得50岁以后就要慢慢消灭你这个原本的我把自己关掉以后，把多余的30年奉献给别人那进入大我里面还在想要让自己活得更这个辉煌腾达，其实这个是这个没信念所导致的焦虑。好，最后呢，面对焦虑回得到家的第3条路，就是长期固定使用安眠药会破坏睡眠的内容，增加失智的机会。1天1次全餐，减少用餐的餐数，可以维持良好的代谢。面对焦虑，方医师提出各种面向，帮助大家找回身心安顿的方法。这1年来，方医师在未来健康研究院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各种身心的问题，希望增进大家自我疗愈的能力，提升社会医疗文化的认知。好的频道需要你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正式开通会员，每个月300元的会员费，便可加入未来健康研究院的会员，成为小方，享有以下的会员福利：1、每月有问必答的文字回复；2、会员专属的影片；3、实体活动报名优惠。各位小方们，加入会员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提升社会。让我们一起维护这个优质的平台，期待我们在会员专区与你相见。面对焦虑回得到家的第3条路，就是两光的活着。那两光就是这个台语就说做能用功了两光的活着，也就是不要期待太高了。一个人真的是要诚实要诚实，对自己的过去跟未来要诚实。你以前可能有一些创伤或者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不起或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那你看不起你目前这个我，过去这个我过去那个我，你觉得我怎么可能这么脆弱呢？你就是真的这么脆弱，你不要不相信。那我怎么可能这个会焦虑呢？你就是这么脆弱会焦虑。如果你不承认我怎么可能会被他伤害呢？这些事情我早就过去了。
你就真的是被伤害了。所以你看不起那个脆弱的我，直接把它丢包抛弃，他也没有饶过你啊。那第三个我就是未来的我，你理想中的我，你高攀不起啊，你把自己的目标设得很高，以为我可以，结果你做不到，或者是做得很辛苦，所以过去被你看低了，未来被你看高了，这三个我解离了啦，这就是造成你焦虑的来源了，三个我的解离了。那真实的我，过去的我，老实说啊，也没有那么黑暗了。但是有时候为了去证明你是一个受害者啊，把它讲得非常的黑暗，黑到不行，然后就躲在那个舒适圈里面。真实的我讲得太黑了，事实上呢，要给他光明的力量。理想的我呢，讲得太高太白了，自己高攀不起，每天睡不着觉啊，自己把自己绑住千斤的担子啊。还不晓得自己要放下来所以用两个光明呢，把太黑跟太白呢，把它处理掉。那最后啊，你这个大我这个高我，这个厉害的我在前面等你，那你要等你自己来不要那个理想的我弄到你都追不上你要来等你这个我真实的我这个真实的我这个中间的这个我要去帮助去期待这个脆弱的我，你不要看不起他，然后否定他，丢包他，不承认他我不可能这么脆弱的，所以要到这个终点这三个我要一起来风雨同行三个我，脆弱的我，嘴巴上这个真实的我，理想目标的我，不要距离太远了。这个距离是什么距离呢？这个距离就是幸福的距离这距离越远离幸福越远所以三个我要把它绑在一起。最后今天这方医师算是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演讲因为要把这个24集的这个面对焦虑的方法呢，一次的传授给大家然后方医师说焦虑是难免的，那是生物的本性那是生存的本性但是人在焦虑中修行，一个有焦虑忧郁的人代表你是有功课的呢，有功课的，因为你可能目标太高，让你这个焦虑你可能呢没有好好处理你过去的创伤经验，让你焦虑。那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功课，人生才会像那个玻璃透明的呢。那常常我们说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你要放下什么自我？你要先去了解那个自我是什么呢，而不是说我已经放下了，你根本没有放下。要放下它，要先了解它。所以方医师说在焦虑中看见焦虑在焦虑中修行最后就是你要消灭我，你要50岁以后第二人生呢，过一个无我的生活那要把我丢掉，对不对？你要先了解我到底是什么，我执着什么，我在焦虑什么，我在忧郁什么，不要让自己一直处在焦虑感当中、忧郁感当中。你不如要把那个焦虑感变成焦虑的具体事项，然后好好的面对。那最后为什么要用图像法？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小小的脑袋根本没有办法理清楚为什么我们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笑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阴谋论为什么啦，讲理由啦，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变成一张图，然后看清楚、看明白、看到腻，然后就过了。那在这无我跟无常的世界里千奇百怪的啦。那有一句话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有色有空那到了最后，你在这个里面修行之后，你接受了你这个样子，你透过无我无常去体验人生百态最后就是得到一种平静的心那叫涅槃那涅槃呢是空中无色所以从空即是色变成空中无色你要先经过这个过程最后不平静的心就在这个有色不空的世界里变成无色然后是空的世界，就是平静，就是涅槃。那这种修行这种修行的心法大概也是这样，透过这些灾难这些焦虑忧郁我们来得到修行。那以上就是这个系列不看更焦虑的这个25集系列，方医师在这边做一个暂时的总结，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去，谢谢各位。